面对美欧加抱团撕咬，中国2个判决造成轰动，美国开始代理人战争外交，斗争愈发激烈。中国该如何主动找美国麻烦？一直以来，西方都惯于抱团群殴中国，打压中国崛起。但是当美欧加继续抱团撕咬中国的时候，他们发现中国变了。最近中国接连2个判决，更是让西方世界舆论轰动。8月10日，中国外交部宣布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召回驻中国大使。此举引发国际社会舆论。对此，英国路透社表示，中国正用具体行动表达愤怒。美国彭博社也认为，中国在画红线，向其他寻求与台湾发展更正式关系的国家发出罕见警告。俄罗斯观点报则指出，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举动。此前，中国几乎没用召回大使做外交工具，现在证明中国外交变得更果断，更坚定捍卫自己的立场。事实上，召回大使是很严重的一种做法，在中国外交史上都很少见。如果立陶宛仍然继续加强与台当局来往，未来甚至不排除2国断交的可能。但德国之声认为，中国报复概率不高，因为对立陶宛做出严厉惩罚会影响到中欧投资协议或核准的几率。前几个月，欧盟曾以所谓新疆人权为由制裁中国相关官员，当时也是以中欧投资协定当筹码。不过这样还是被中国数倍制裁。事到如今，西方还认为中欧投资协定是拿捏中国的筹码，未免太过无知傲慢。而这件事也成为了欧盟、美国指责中国的又一个理由。欧盟甚至还狡辩这不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美国更是声称要共同面对来自中国的胁迫。他们破坏中国主权，中国不反击，他们得寸进尺；中国反击了，他们却抱团装成受害者。不仅要破坏我们的主权，甚至还要公开干涉中国法治。在8月10至11日期间，中国法院接连宣判加拿大人谢伯伦格走私毒品，维持死刑判决。加拿大商人斯帕佛被判11年并驱逐出境。随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欧盟对外行动署发表声明称，不接受中国的判决，甚至要求无条件立即释放。加拿大使馆还纠结25国外交官站台声援，实则就是打着人权的旗号，公然干涉中国法治，向中国司法施压。中国司法主权不容侵犯，我们是绝对不会答应其他无理要求。西方说中国是战狼外交，还不是因为风口太多了。从这儿也可以看出，意识形态的斗争将会愈发激烈。而美国开始了代理人战争外交，自己少出手，会怂一些小弟斗争，让中国疲于应付美国。但中国也存在反向操作的可能。随着美国内部问题严重，美国对外施压的手段也越发极端化。中俄2国在这种环境下深度合作已成必然。而就在最近的中俄联合军演上，一些细节的曝光让五角大楼的高官们惊出一身冷汗。在当地时间8月12号，美国军方背景的媒体《防务快报》对外透露称，美国五角大楼的战略司令部负责人理查德上将在当天的战略研讨会上对外指出，中国的军事力量在近10几年里呈现出了爆炸性增长，其现代化程度之快令人震惊。理查德上将就西方媒体常年对中国的舆论表示了反感。理查德认为，中国为什么要加速军事建设，为什么要扩大核武库，这些对美国来说，尤其是美军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科技实力、工业能力的快速发展，让他们有能力补齐自己的最后一块短板和威慑。也就是说，美军在未来很可能所有领域都需要面对中国的综合威慑能力。此外，中国在宁夏举行的西部联合2021更是成了这位战略司令部司令的眼中钉。理查德认为，中俄正在进一步联手，在这一次联合军演中，中俄第一次出现了共享性的指挥作战平台，甚至能够将指挥网络直达到麾下的每一个单兵作战终端，自带的翻译系统解决了中俄联军前线部队最大的沟通问题。理查德也承认，这种状态下的中俄联军很可能成为美军的最大噩梦，这也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可能同时需要面对2个与美国拥有相近实力的对手。尽管美国的军事同盟更多，但是深度的军事互信可能要远低于中俄。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媒体焦点周刊也在不久前谈论了类似的话题。该媒体认为，美国的步步紧逼是造成中俄深度合作的最大因素。在这次演习中，俄罗斯部队首次使用了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而在2020年的中俄联合军演中，中国部队也同样使用了俄军的主战装备。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战事吃紧，双方的作战装备是可以拥有互通基础的，这会有利于减少战争时期的单个国家后勤压力。几斤几两不清楚，日本挑衅过激，中俄很可能联手反击。每一句话直接撇清嫌疑，日本要完，根本来不及救。近一段时间，日本接连成为世界讨论的中心。
我们知道，日本的军国主义野心仍然不死，其一直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忠实的盟友。而同美国交好的原因也很简单，日本想借着美国增加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想要在美国的包庇下干更多的坏事。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美国默许日本拥有生产和提取环的能力，这就相当于美国在放纵日本公然违反核不扩散条约。从这一角度来说，日本跟随美国确实能为其实现军国主义野心提供便利。不过也正是因为美国的这种纵容，让日本忘记了自己到底是几斤几两。最近一段时间，日本频繁口出狂言，在挑战中方底线的同时，也在挑衅俄罗斯。日前，日本首相菅义伟在接受公开采访时表示，日本没有将国防预算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以内的想法，并且还补充称，这一预算将上不封顶。我们很清楚，增加国防预算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日本在2战中对世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在其战败以后，为了以示惩戒，日本被限制只能拥有最基本的防御力量。但是如今日本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大有军国主义复辟的迹象。就目前而言，日本的防卫力量已经远远超出了基本防卫的范畴。更加让人不齿的是，日本为掩饰这一野心，竟将矛头对准中国，称这是为了应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军力，这简直是荒谬至极。美国及其在印太地区的盟友才是印太安全局势最大的挑动者。日本接连发表错误涉台言论，踩上中国红线，最后竟然还倒打一耙，将脏水泼向中国。可以说，日本的挑衅行为已经严重过激。除此以外，日本还频繁地挑衅俄罗斯，这也导致日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同时与中俄交恶的国家。那么这一挑衅的后果究竟有多严重呢？我们知道，就算是美国在面对中俄联手时，他们也都会感到后怕，称这将是美国的噩梦。对于美国尚且如此，那么一个弹丸小国又是如何呢？因此，在看到日本过激的挑衅行为以后，美国就急忙甩锅。美媒国家利益专家霍姆斯表示，中俄有能力使用非核战略和技术打击日本，而作为日本保护神的美国将对此来不及做出反应。言外之意，一旦中俄反击，美国根本来不及救日本，也不敢救。一天内，谢尔曼刚见中国驻美大使，转身变脸台海踩线，中情局有大动作，扣动扳机。敬请关注本期节目。在8月12号，驻美国大使秦刚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卿谢尔曼，他们谈了什么？为何谢尔曼转身变脸踩线？中情局有什么大动作？这次访问中美间声明发生巨大差异。美国国务院声明显示，谢尔曼欢迎中国驻美国大使来到华盛顿。谢尔曼回顾了其在天津与中国官员会晤时提出的问题，美国将继续致力于这些问题的讨论。然而，对于中方表述，美国却只字不提。根据新华社报道，秦刚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他向谢尔曼阐述了中方立场。此前在天津会晤上，谢尔曼也表态，美国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然而，一天时间不到，谢尔曼就转身变脸。在13号，美国国务院在官网发布声明，谢尔曼当天与立陶宛外交部长兰茨贝尔奇斯通话。谢尔曼强调，美国坚定支持立陶宛，在立方因与台湾发展互利关系而面临中国胁迫之际，美方与立陶宛站在一起，共同面对中国胁迫行为。事实上，这完全是倒打一耙。近段时间，立陶宛不顾中方反复交涉，执意允许台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于是，中国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然而，立陶宛却继续嘴硬，仍然叫嚣没做错，曲解一个中国原则。而立陶宛有这样的嚣张气焰，正是因为美国和欧盟的声援。美国又要跟立陶宛人民站在一起，和阿富汗人民站在一起20年了，脚还没拔出来，怎么站呢？在当天，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也有大动作。据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消息称， CIA 正打算建立一个中国特别工作小组，以进一步监控美国头号战略对手中国。还有前 CIA 官员表示，没有人愿意扣动扳机，但事情正在发生。在前段时间，中情局局长伯恩斯还表态，考虑是否在世界各地部署中国问题专家，就像冷战时期抗衡苏联的做法一样。不仅是中情局，近些年美国国会、政府部门以及各机构都陆续成立多个针对中国的特别工作小组。不要低估敌人的无耻，尤其是要警惕敌人搞内部颠覆。从最近美国一系列行为来看，美国打压中国已经没有底线，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已经被事实证明是真理。所以放弃幻想，准备战斗，是我们唯一的出路。